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周一发布了一份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去年10月在南海发生撞击山脉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指出，公开的报告经过大量处理，删除了涉密部分。报告称，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发生碰撞时，正在向冲绳方向进行人道主义疏散演练。按照美国海军手册，人道主义疏散定义指的是一名或多名艇员可以由于各种非紧急原因需要下船的情况，包括常规非紧急医疗以及家庭成员重病或孩子早产等。报告称，演练中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当时在国际水域内的一个美军勘测不足的区域内潜航时，艇首声纳发现了一个未知生物，但之后几段文字被删除，因此外界不知康涅狄格号接下来的动作。在此之后，潜艇撞上了未太明的海底障碍物，11名水兵受伤，最严重的伤情为头皮撕裂伤和肩胛骨骨折。由于撞击过程中造成的持续损坏，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运行。有熟悉美军的专家指出，这份公开版本的最终报告删除了较多的敏感内容，并进行了修饰和编辑，因此外界无从得知事故的真正原因、经过和结果。所谓的人道主义疏散演练，也大概率是为了掩盖美军在南海进行敏感军事活动的托词。还有分析认为，近年来美军在中国周边事故频发，与美方不断升高印太战略压力脱不了关系。还是因为美方太急于在这个地区秀肌肉、显示力量，那么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美方迷信于所谓的军事力量，也就必然导致美方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各种状况，会接连不断。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南海撞山事件发生后，中方多次要求美方澄清事故有关情况，充分回应地区国家的关切疑虑。去年10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方作为当事方，应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包括事故发生具体地点、美方航行意图、事故详情、到底碰撞了什么、是否造成核泄漏、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等等。中方指出，长期以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兴风作浪，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美方此次故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缺乏透明度，不负责任。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件真相和美方意图。但在康涅狄格号南海撞山事故后，美军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加大在中国周边部署。美国海军时报周刊网站4月份报道称，美海军又向关岛派遣2艘攻击型核潜艇，目前有5艘核潜艇以关岛为母港，比去年11月增加了3艘。美方目前实际上他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真正的遏制。那么更多的一方面通过宣扬他的所谓价值观联盟，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就通过这样一系列所谓秀肌肉的军事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仅仅喊喊口号，而是真的是有货有料的。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方式一方面实现他们所谓的向中方传递信息，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众多大大小小的盟友打打气、鼓鼓劲。